5天前，伊朗关闭了国际互联网。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特使布莱恩·胡克提出，美国要帮助伊朗人绕过伊朗的封锁，用变通的办法访问全球互联网。其实9年前，当谷歌离开中国的时候，美国明确的表态，要帮助中国和伊朗人民突破网络的封锁。9年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帮助中国和伊朗人民突破网络的封锁。其实这个世界上，管制舆论、对网络实行封堵的国家有很多，排名前10个的第一个是谁也不认识的一个非洲国家，叫厄立特里亚。他们从2001年开始抓捕了10几个记者，其中有7个已经死在监狱里了，10几年了，18年了。被抓捕的这些记者没有任何一位经过了审判，关在监狱里，关死就关死7个了，对吧？那么第2个才轮到朝鲜，第3个是土库曼斯坦，第4个是沙特，第5个才轮到中国，第6个是越南，第7个是伊朗，第8个是赤道几内亚，第9个是白俄罗斯，第10个才是古巴。古巴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有一些报道关于这个互联网的伊朗人走私，除了走私吃的喝的，走私来自于美国的特产。同时还走私硬盘。古巴的走私商人把来自于国际互联网的信息以1周为单位存在硬盘上，然后回国卖硬盘。你拿着这块移动硬盘，你就可以打开，你能看到1个星期以来整个世界发生的故事。当然，更多的是最新的科技新闻、娱乐新闻，甚至电影、连续剧。伊朗的防火墙的建立有很多国家帮忙。我们知道有孟晚舟曾经参与的一些转手倒卖给伊朗人的美国的这些半导体器材集成电路、芯片，所有伊朗急需的这些技术设备都由华为公司和中芯公司这2家公司给他们提供了，所以中芯吃到了2张罚单，美国商务部对他处罚加在一起有26亿美元之多。针对华为就更牛逼了，对吧？在全球范围内封堵它了。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豁免，这些豁免是为了，据说是为了仅仅是完成与美国企业相关的订单，保障美国企业的利益。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正在着手解决它。中国帮助伊朗的其实有很多，不仅有硬件上的扶持，同时也帮助伊朗建立了一个清真互联网，就是伊朗政府的内联网，捍卫了伊朗的网络主权。其实中国还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网络事务顾问。所以今天美国特使提出来帮助伊朗人民翻墙，用变通的办法访问全球互联网，这就不是一个很奇特的事儿了，对吧？可以理解。那么中国呢？9年前就说过了，对吧？有没有帮助过中国人来突破国际互联网的封锁呢？现在看起来很难，这个难的原因有点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这种故事，很老套，对吧？因为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跟中国建立防火墙其实相差没几年。刚开始有个金盾，现在升级到长城防火墙，美国人把它称为叫防火长墙。那么这个墙是怎么建呢？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公司帮助中国人建的，从框架到每一个防火墙的节点都是由美国公司搭建的，所有的芯片、所有的节点都是由美国公司提供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来维护的，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中国无论是从电脑还是从通信，中国的芯片占有率一直低于0.5%。在市场占有率中，如果你低于0.5%的话，通常人们把它定义为0%。这个0，包括这张图表啊，是清华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绍武先生亲自画出来的。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不相信，都认为中国自己已经有能力生产了。但事实上很遗憾，中国生产不了。中国互联网用的是美国半导体耗材，中国的防火墙用的也是来自于美国的半导体。所有的集成电路芯片，我们看到的4核、8核高性能的这些东西，是啊，人类科技一直在发展，发展的过程中，善在进步的同时，恶也在进步。这是100多年前章太炎先生说的，他写过一篇叫《飓风进化论》，当时人们把他称为叫张疯子，对吧？其实他有个学生很出名，叫鲁迅。到今天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科技，现代科技，当真对人类社会都有推动作用吗？从我们已知的这个10大网络限制国家名单里，你就可以看出来，有很多国家利用了现代科技，他们用粗暴的方式在干涉本国人民的自由。甚至中国提出了一个金砖5国搞一个5国互联网，来独立于国际互联网。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提议，因为金砖5国中没有人那么热心，包括俄罗斯都没有能力完成像中国这样的封锁。俄罗斯的网络封锁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他不停地在立法，在约束本国人民的上网言论的自由。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出现了很多次游行、示威、抗议。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的黑客秉承着骑士精神，在帮助本国人民翻墙。其实他
很多时候他也做不到像中国这么强大的封锁能力。首先，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一点，美国在源源不断的提供中国所需要的芯片，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便有中美贸易战，有各式各样的制裁，把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都列入了黑名单，列入了美国政府的管制，对中国所有冒头的这些涉及到管制舆论的这些企业都进行了限制。但是所有的技术产品还在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内地，帮助中国政府维护好中国的防火墙。现实就是这样。包括我们曾经认为非常有企业家风骨的谷歌这样的公司，如果说没有它内部不同的声音来揭发出蜻蜓计划，那么现在应该中国的关键词搜索过滤可能又会被升级一番。在中国钳制舆论、审查网络的同时，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帮助它审查，进行自我审查。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谷歌，我们现在发视频的这个油管，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谷歌公司即便退出了中国，它每年广告收入还有10%来源于中国市场。你在观看油管视频的时候，即便是反对中国独裁体制的，指名道姓的指出中国问题所在的，把共产党列为中国最大问题的，你也会时不时的跳出一些中国广告，甚至华为公司的广告。据说还有的观众看到了 CCTV 的广告。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譬如说发一个视频，即便点击率有2-3万，但是没有用，谷歌会限制你的广告收入。我遇到的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点击率大概有3万多，但是你的广告费只有14块钱。原因很简单，它限制你的广告。你每播出一个视频，它都要给你限制广告，然后让你申请审核，人工审核。等他申请完了，你这个视频的点击可能已经有2-3万了，然后他再跟你算钱。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奇葩的现象，点击2万的广告费1块4毛9，点击3万多的广告费14块钱。我们今天见到的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企业，都在精心维护着自己的利益。你可能不习惯，你可能觉得有点很可怕，是吧？是啊，这个世界上每一家公司都在谨慎的非常小心翼翼的捍卫着自己的利益，捍卫着股东的利益。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包括美国的一些公司、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美国的参议院议员，都在指责他们，在国会给他们开听证会，要求他们如实回答。但我们看到的回答都是经过律师团精心编撰出来的答辩词，甚至有的时候是答非所问，但是他们还在这样做。可以明确的说，只要有一天美国公司没有法律明确的约束，他们还是会在支持中国正在进行的网络过滤、网络封锁。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家美国企业真的站出来说我们不跟他玩了。